1980年11月20日，四人帮即将接受审判。由于他们过去犯下的累累罪行，所以全国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。政府内绝大部分同志也同意应当将四人帮判处死刑，特别是江青，他作为四人帮中罪行最严重的一个，应当重判。但大家都想不到的是，陈云坚绝不同意判处江青死刑，而且后来也正是因为陈云的一再坚持，最终江青的死刑被改为了无期徒刑。四人帮作恶多端，就算是陈云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，也没少在四人帮手下吃苦头。为什么此时此刻陈云却反而不希望江青死呢？这件事情说来话长。当初抓捕四人帮的时候，陈云是决策者之一。在毛主席去世之后，四人帮加快了夺权的脚步，如果他们成功的话，中国必将陷入长久的动荡不安。所以华国锋等人认为必须尽快将四人帮连根拔起。可是具体如何抓捕的确是个麻烦事，因为当时四人帮还都是国家公职人员，一旦抓捕必然引起轩然大波。另外，抓捕计划一旦失败，就会引起敌人更为强烈的反弹。华国锋和王震等人讨论之后，决定再去请教一下陈云的意见。陈云表示，抓捕四人帮是当前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但他认为必须要坚持一个原则，那就是抓捕四人帮的过程必须要合理。陈云当时语重心长地对王震说，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须要合法，否则对历史对后人都无法交代，我们不能开一个不好的先例。对于陈云的意见，王震表示赞同。随后陈云又拿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，那就是应当先在党内召开会议，撤掉四人帮的职务，削弱他们的影响力，随后再展开具体的抓捕。不过最终这个计划还是被搁置了，因为陈云和叶剑英等人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，发现如今党内许多候补委员在思想上存在摇摆的倾向，如果召开会议的话，这些人是有可能偏向四人帮的。要知道，这些年来四人帮仰仗自己位高权重，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，笼络亲信，在中央的势力不容小觑。所以分析了一番之后，众人还是决定快刀斩乱麻，趁着四人帮还没有生出警惕，先将他们抓捕起来。于是1976年10月6日行动开始。整个计划大概是兵分两路，叶剑英在中南海坐镇，以开会的名义把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引过来，随后就地抓捕。而江青则是由张耀祠带队前去抓捕。其实江青当时对自己的处境是有所预料的，毕竟他已经看到叶剑英、陈云这样的老同志不愿与自己合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四人帮当时无法调动军队，也就意味着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在北京城内掀起太大的乱子。不过江青应该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10月6号突然被捕。当天被捕之前，江青一直表现得很平静，上午领着一众工作人员学习，还特别安排要找记者来拍照留念，日后登报。为防打草惊蛇，张耀祠一直带队在外埋伏着。直到当天晚上8点30分，张耀祠接到行动的信号，带着大家冲进了江青的住所。当时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多，看到有人冲进来，他们都表现得十分震惊。张耀祠在进门的时候心里一直七上八下，因为他生怕江青这个狡猾的家伙又找借口逃跑。幸好毫无防备的江青刚刚吃完晚饭，还安坐在沙发上休息。当然即便再没防备，看到张耀祠的那一瞬间，江青应该也反应过来了。不过大概是为了自己的面子，江青没有表现得太过惊慌失措，他只是站起来问张耀祠为什么到这里，谁要他来的。张耀祠并没有给江青兜圈子的时间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江青，是奉了中央的命令前来抓捕。听到这句话，江青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。他本还抱有侥幸心理，但是张耀祠这句话一出，江青明白自己没有逃跑的希望了。但是折腾了半辈子的他，这时候依旧不愿意束手就擒，所以他还是坐回沙发上和张耀祠僵持着。张耀祠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害怕江青做出更过激的举动。就这样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江青才缓缓地站起来，提出自己要上厕所。对于这个要求，张耀祠也不能拒绝。当然他事先确认厕所是封闭的，江青不可能经厕所逃跑，所以才放心地让他进去。江青在厕所里又待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才磨磨蹭蹭地出来，看来是真的无计可施了。随后江青掏出钥匙，打开了保险柜，从里面取出一封信，并交代张耀祠，
这封信必须要交到华国锋的手里，其他人不准拆看。张耀祠接过信，答应了江青的要求，随后便将江青带走了。整个过程中，江青没有激烈的反抗，这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江青的被捕意味着四人帮的阴谋被粉碎了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结束，因为国家还要调查四人帮过往的罪行，对他们进行公正的审判，只有这样才能给人民一个交代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江青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关押，虽然是在坐牢，不过江青的待遇依然远超全国大多数人。监狱为他们提供的是3菜1汤的最高标准，让江青住单间，房间面积大，采光通风都很好，甚至还专门安排了抽水马桶。身在监狱的江青一开始也表现得怡然自得，他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体面。他还找监狱工作人员借来了大量的法律案卷，每天在笔记本上誊写摘录。因为当时案件还没有进入到最终判决的环节，所以江青认为自己仍有翻盘的可能。虽然他在政治上已经没什么前途可言，但是如果能钻到法律的空子，无罪释放也并非不可能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的影响，所以身在监狱的江青依然趾高气扬，特别是每天接受工作人员审讯的时候，更是精神百倍。他要专门梳头发，换新衣服，还要带着自己整理的一大堆案卷资料前去见面。而审讯江青对工作人员来说是件苦差事，因为江青态度恶劣，拒不配合。每当工作人员问到他关键的问题时，江青总是拿同一个理由来敷衍：你们要问什么事情，请提问吧，不过很多是党和国家的机密，我不可能跟你们说，因为我过的是高级政治生活，很多是不可能告诉你们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。当时国家刚刚从四人帮的创伤之中走出来，很多人面对江青还有一些畏惧心理，特别是江青讲话3句话不离国家机密，搞得许多工作人员也产生了畏难的情绪，这让江青更加得意了。他甚至乐于在这种审讯之中出风头，滔滔不绝地对工作人员说着自己所谓的理想抱负，但是却无法从他口中套出有用的信息。而江青这种不配合的态度，也使得案件的调查一再受阻。除了在日常审讯之中胡搅蛮缠之外，江青也积极地为自己的庭审做准备。从1979年开始，江青就开始撰写自己的交代材料，很多材料都涉及到了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人。江青把自己过去所做的栽赃、陷害、阴谋等等都归结为国家所做的斗争，简直是颠倒黑白，不可理喻。而他的脾气则是越来越坏，因为身处监狱的他对外面的政治环境变化也有所察觉。四人帮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，江青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而且国家也没有耐心再让江青继续纠缠。所以在后来的审讯中，国家给工作人员做出了指示，对于江青的审讯要严格谨慎，不要因为江青的花言巧语便畏手畏脚，这让江青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同时他终于意识到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自己走出监狱的希望并不大，所以他把自己不满的情绪发泄到了监狱工作人员的身上。每天只要稍有不如意之处，江青便在监狱里大声辱骂，污言秽语不堪入耳。同时他拒绝参加监狱内的一切集体活动，拒绝工作人员对他的思想教育油盐不进。很多时候他还会主动挑衅，有一次还盗窃监狱的伙食，令人啼笑皆非。这些消息很快也传入了陈云等人的耳中。江青的这些表现倒并不让陈云感到意外，他和江青打过交道，知道江青的性格偏激而莽撞，在失去权力之后，江青性格中的弱点会一一展露出来。为了防止江青造成更大的危害，对他的审判必须要加快。江青的许多罪行早已经调查清楚，全国上下许多人都在呼吁要对江青处以极刑，但陈云却有自己的思考。在一次讨论会上，陈云站起来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。陈云当时对众人说，党内的斗争要是开了死刑的头，后人若是再发生这种事不好办。陈云这个意见自然有人同意，有人反对。反对者认为，虽然党内斗争不该开杀戒，但江青毕竟是个特殊的犯人，他犯下的那些罪行，讽刺一句前无古人也不为过了。对于这样一个人，自然是要抓点刑，否则又如何对敌人产生震慑呢？但陈云仍旧认为，杀死江青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四人帮带来的问题。现在
江青等人已经毫无政治影响力，生与死决定不了什么。但是一旦江青真的因为党内斗争被处死，等日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，可能就会有人效仿。杀死一个江青固然容易，可如果因为一个江青，党内形成了这种以恶制恶的风气，那岂不是又要形成一场错误的斗争？最后陈云更是说，如果你们一定要处死江青他们，一定要在庭审会议上加上我的意见。陈云不同意。在陈云的反复劝说之下，一部分人改变了自己的想法，而法庭更是参考了陈云的意见。受审当天，江青被带上法庭，他当时已经预料到了最坏的结果，不过他还是没有改变自己高高在上的态度。在为自己辩解时，依然大言不惭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。对于曾经犯下的重大错误，他要么视而不见，要么歪曲事实，听得台下众人愤怒不已。但是这一套胡搅蛮缠在法律面前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法庭早已准备好了强有力的证据，有文字材料，有影像资料，还有证人证言，每一件都可以证明江青罪大恶极。而面对这些，江青浑身颤抖，破口大骂。但这一次没有人再理会他了，法庭很快给出了宣判结果，江青被判处死刑，但是缓期2年执行。这算是一个折中的办法，留出一定的时间继续搜集当年的证据，更是给所有人一个考虑的时间。而江青表现得十分激动，因为他还是不能接受自己被判死罪，所以工作人员要将他带走的时候，他竟然撒泼打滚，表现得毫无风度。2年之后，江青再一次接受审讯，法庭参考众人的意见，综合2年来的调查结果，宣布将江青的死缓改为无期徒刑。能得到这个结果，自然离不开陈云当初的坚持。江青将在牢狱里用漫长的时间为自己赎罪，在世人眼中，江青这是逃过一劫。不过对江青自己来说，这大概比直接判他死刑更加难受。1991年5月14日，江青选择自杀，亲手终结了自己这荒唐的一生，也为四人帮的故事画下了一个句号。